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各位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派 TV。今天是2020年10月7号，星期三。纽约市的死亡人数是23,861人，确诊人数是251530人，死亡率是9.49%。纽约州的死亡人数是33214人，确诊人数是471235人，死亡率是7.05%。全美国的死亡人数是214613人，确诊人数是7633546人死亡率是2.81%，比较低。恐惧指数是29.57，还是不错油是40.2美元一桶，黄金是1889美元一盎司。小麦、大豆、糙米的价格还比较平稳，牛肉和瘦肉猪的价格还是在高位盘整。那么人民币对美金的兑换率是6块8毛2兑1美元。CDC 曾经表示它没有证据表明新冠病毒可以通过水来传播给人类。但是在泳滩方面虽然没有研究指出新冠病毒确实存在的能够存长的这个多长时间，但是以近似的病毒做比较的话呢，发现海水的稀释功效有助于降低病毒的浓度，而且海水中的盐呢可以减活病毒减低病毒的传染性。沙滩上的沙子也不会成为病毒的温床，目前还没有这方面的实验，但是相信在海盐、紫外线和高温的共同的影响下，病原体不容易在这些地方生存。不过呢，病毒在河流、湖泊、淡水或者未经处理的水中存活率呢较高，不建议在这些地方戏水。而根据研究泳池的平均的氯的含量应该可以杀死大部分的病毒，但是新冠病毒和过去的冠状病毒或者有一点不一样，泳池大量的杀灭新冠病毒可靠性呢还需要研究。此外呢，桑拿室和蒸汽浴的温度要保持在60度以上，这个温度呢对于病毒来说呢是致命的。民众的泳滩、泳池都不可以掉以轻心。那么研究指出，泳滩和公众泳池的更衣室呢可能会传播病毒的风险很大，并且有机会呢透过接触沐浴的设施来传播新冠病毒。那么如果患者咳嗽、打喷嚏有机会传播病毒，再加上公共的设施内的人群聚集，让传播的风险更大。那么使用此类公共设施应该注意这个个人卫生，就算到了泳滩、泳池要勤洗手，这些防疫措施呢也要做足。10月5号我们知道2020年的诺贝尔奖开奖周正式拉开帷幕了。那么新冠病毒大流行改变了世界的打开方式，拥有100年历史的诺贝尔奖也不得不取消颁奖晚宴，打破了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传统。虽然在今天人们认同诺贝尔奖是科学界的权威奖项，但是在100年之前它却遭受了非议，差点夭折。在诺贝尔遗嘱公布之初，瑞典当时的舆论是一片谴责之声，诺贝尔呢也因为没把巨额的遗产捐赠给瑞典而被贴上了不爱国的标签。好在经过了诺贝尔遗嘱执行人的不懈努力，瑞典国王终于在1898年宣布了诺贝尔遗嘱生效。瑞典国会后来也通过了诺贝尔基金会的章程，在1901年的12月10号，也就是诺贝尔逝世5周年的纪念日，颁发了首次的诺贝尔奖。从1901年到现在，诺贝尔奖已经有近120年的历史了，累计颁发了597次，共有919位个人和24个组织获得过诺贝尔奖，54次授予女性。其中年龄最大的获奖者就是2019年的化学奖得主之一，被誉为锂电池之父的美国科学家古迪纳夫，当时他已经97岁。他表示活到97岁，你可以做任何事情，能获得诺贝尔奖，我感到既荣幸又受宠若惊。那么从上个世纪的50年代一直到现在，在传统自然科学领域中有一个有趣的趋势，就是诺贝尔奖的得主他们获奖时的年龄越来越大。因为100年前全世界只有大约1000名物理学家，而今天这个数字已经上涨到约100万。科学家也许在年轻时就取得了重大发现，
但是成就突出的科学家是成千上万，而且诺贝尔奖的委员会对于科学成果的可靠性要求越来越高，所以可能要等很多年才有可能获奖。最初诺贝尔的遗产只有3100万瑞典克朗，从1901年至今，诺奖发放的奖金总额已经远超过这个数字，却还是有钱发放，这就归功于投资理财。诺贝尔基金会的钱他投资过国债，也投资过房地产和股市，但是理财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的。在2011年，由于全球股票市场不振，诺贝尔基金会的股票投资就亏损了1900多万瑞典克朗。2020年，每项诺贝尔奖金的金额为1000万瑞典克朗，比2019年增加了100万瑞典克朗。拿到这个巨额奖金后呢，有不少得奖者他把钱花在后续的科研上，还有人把奖金捐出去。在每年的12月份，诺贝尔奖的得奖者们齐聚斯德哥尔摩，不仅能在颁奖礼上接受由瑞典国王亲自颁发的证书、奖章，还有奖金支票，还能和瑞典王室成员、社会名流们共同参加晚宴，这堪称是世界上最具吸引力的社交活动之一。在享受过具有瑞典特色的美食盛宴后，来宾们他们还可以参加在金色大厅举办的舞会。然而在2020年的得奖者们恐怕难以发出同样的感叹。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自1956年以来，诺贝尔奖宴会将首次被取消。此前因为2次世界大战等等原因晚宴也曾经被取消过。2020年的12月将不再举行传统的诺贝尔奖的颁奖典礼，在斯德哥尔摩和奥斯陆举办的颁奖仪式将通过电视台和诺贝尔奖的官网直播，现场人数呢也会有所减少，获奖者将在瑞典驻相关国家的大使馆或者他从事研究的大学被授予诺贝尔奖奖章和证书。相比于不能到现场颁奖，一些科学家的遗憾则是一直与诺奖缺少缘分，尽管陪跑多年，仍然未能将其收入囊中。打个比方，作为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奥地利的心理学家弗洛伊德曾经获得33次诺奖提名，其中32次为诺贝尔奖生理学或医学奖。1936年，法国著名作家罗兰还提名弗洛伊德为诺贝尔奖文学奖的得主。根据诺奖的基金会的规则，提名人和被提名人的信息将严格保密50年。近年来，虽然提名名单没有对外公布，但是博彩机构呢列出了一些热门人选，其中就包括人们熟知的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现在我们最关心的是川普能否获得和平奖，不早于10月9号的北京时间下午5点，让我们拭目以待吧。人类的文明常常与战争相伴。我们常见的战争有诸侯混战了、农民起义了、抵抗入侵了、统一战争了、平息叛乱等等。战争的规模有大有小，时间有长有短。对于大多数的百姓而言，是希望生活在一个没有战乱的和平时期，因为战乱波及的地方经常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然而战争是不是爆发，老百姓是很难左右的。即便是中国的农民起义，也是由于社会矛盾过于尖锐，老百姓不堪忍受压迫才会揭竿而起。经过农民起义，老百姓除了获得相对平静的生存环境以外，其余并没有太大的转变。而其他的战争，无论输赢，大多数除了维护统治者的利益，对于平民百姓并没有太大的好处。比如当下的宗教战争，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战。有人或许会说被外国打败了就要过亡国奴的生活。如日本统治时的台湾，亡国奴确实是不好的，这才要求人们正确审视战争和生活的社会环境。就一个国家的内部战争而言，几乎所有的战争都和政权有关。
双方之所以发生战争，就是因为双方都想获得政权。一山难容二虎，只能兵戎相见。比如像中国的解放战争，在内战的时候，民众坚决支持某一方，对战争的输赢有很大的影响，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推动历史的进程。然而这种推动的作用实在是太微弱了。农民在大多数的时候还是充当了改朝换代的工具。在一般情况下，战争不是社会的常态。战争除了给民众带来灾难，并不能改变民众的生存方式。在中国的古代我们知道统治者如何统治治理社会呢？老百姓是没有发言权的。战争如果改变不了统治者的治理方式，民众即便支持战争，对个人的意义也极其有限。再说对外战争，主要是侵略战争和反侵略战争。自己的国家强大，侵略别的国家，甚至穷兵黩武。那由于可以占领殖民地，掠夺大量的财物，对统治者是非常有利的。至于平民百姓，要是通过战争开拓市场，或许能够带来一点利益。在反侵略战争中呢，不但会损害统治者的利益，也会给平民带来沉重的负担。在中国的鸦片战争之前当时的清政府奉命是闭关锁国的政策，严重和历史主流文明脱节。鸦片战争以后呢，让许多中国人开始了了解外面的世界，从而引发了西学东渐，这实在是不幸中的万幸。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很多的国家他们都卷入了战火，给各个参战国带来了无比深重的灾难。很多人就开始反思战争到底给自己的国家带来了什么，又给民众带来了什么，特别是在想如何制止战争的随时爆发。在相对民主的国家民众在决定战争的能力方面呢，在逐渐加强。和民众利益无关的战争，他们一般是坚决反对的，比如美国的选民们。那么现在有很多人既不了解战争，更不清楚什么才是和自己的生活密切相关，他们只知道努力的赚钱，但他们很少思考在挣钱过程中会存在哪些问题。他们听到本国和外国发生争端，不分青红皂白就知道武力解决，战争对他们的生活到底有什么影响，他们从来不会去想。在中国社会上有很多侵犯个人利益的事情，他们常常麻木不仁。远在天边的事，一提到国家，马上就变得群情激昂。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说的好一些他们都有一些朴素的爱国心。当国家面临危机的时候呢，敢于挺身而出。说的不好一些，他们对于事物的判断极其低下。他们假如怀疑某个国家别有用心，损害自己的国家利益，就应该在这个电视上看到新闻的时候呢，先弄清楚事情的原委，看对方国家到底有没有道理，再看世界上类似情况是如何处理的。如果自己觉得方法更有利于解决问题，那么可以郑重表明自己的态度。个别民众呢不明真相，和有些党媒体的片面宣传有很大的关系，这是应该警惕的。那么一旦战争爆发，民众所要受到的牵连让人望而生畏，因为战争让不少人失去了家庭，妻离子散，而且血流成河，那场面令人不敢想象。根据资料的记载每年发生战争平均是 2.6 次，从1740年到1974年234年中发生了336次战争，平均每年 1.6 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生的战争就有87次左右，平均每年 2.3 次。在亚洲发生29次，26次在中东和北非，17次在中南部的非洲，10次在中南美洲，5次在欧洲。而中国是个战争频繁的国家之一，要付出的代价当然也不少。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近代，中国的农民起义、人民革命之频繁，历史上统治阶级内部的和诸侯之间的争斗、争权夺地的战争简直难以计数。引发中国战争的起因
无非是为了一点点的利益和权利。从夏朝到明代，大约有3300次战争，清代有400余次，近代啊有数百次之多。中国历史上大约有发生大小战争共约有4000到5000次，约占世界历史上战争总数的1/3。战争是人们的噩梦，和平是人类的渴望，而战争距离中国并不遥远。所以在21世纪的今天呢，中国应该热爱和平，让和平永存，就不需要天天叫嚣着要攻打台湾。战争对人的心理有严重的影响啊！战争不仅会对人的身体带来伤残甚至死亡，还会给人的心灵留下深深的创伤。战争过后的地区，人们很难在短时间内走出心理的阴霾，人们很难快乐，面对死亡的威胁，面对平和的生活被打破，自己又无可奈何，这是一种社会性的消极影响。战争对于环境呢，当然也会产生严重的破坏。你使用的化学武器、生物武器甚至核武器，哪怕是普通武器，都会对地面的植被、大气环境、海洋环境产生不可挽回的破坏。坦克不会管这是草地还是小溪，炸弹不会管这是森林还是花园，只要有敌对势力存在，就要去破坏。战争带来的各种破坏可以持续影响很长时间，这并不是战争结束就可以一切恢复平常的。所以这个人们要用比战争更大的勇气和更多的力量来恢复他们的家园。这种后遗症带来的影响甚至就不亚于战争本身。而以中国环球时报胡锡进为代表的有些人开始鼓吹战争，真的打起来对中国有什么好处呢？而且别说你打得过打不过，中国和越南打过一仗，号称赢了，边境纠纷解决了吗？中国和印度打过一仗，号称赢了，边境问题解决了吗？中国和苏联，也就是现在的俄罗斯打过一仗，就算打平了，边境问题解决了吗？现在的时代是不同了，古代是以力量来取胜，谁打下地盘就是谁的，谁打赢了，谁就是老大。现在不行了，现在战争的后果通常是两败俱伤，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那些叫嚣战争的人是真是坏，也是真的很恶。那么现在，中国要容忍世界警察美国的军队在大门外每天演习和侦察，因为接受选民监督的美军和美军司令川普不会主动去进攻中国，除非中国主动进攻美军或者民主台湾。当然，对于摩拳擦掌在一边准备一雪前耻的角度来说，就是另外一码事儿。印度就是有可能随时进攻中国。当然，我们知道印度已经做好了配合美国对中国发动联合扼杀的战争准备。在这个角度来看，那么中国是应该做好战争的准备，但绝不主动发动战争。对于美国，中国是大可放心的，美国绝不会先打第一枪，历史上如此，未来更是如此。派 TV， 欢迎订阅，我们下次见。